欢迎来到 Nine Dragon 频道。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：内娱最强打工仔，养了乐华15年，王一博想自己做资本了。王一博不续约乐华娱乐，双方至今都没有给出明确回应。不过一些细节很耐人寻味。王一博的社交账号连乐华官方号都没关注，而乐华今年关于他的动态也只有3条，还都是新春祝福性质的内容。王一博和乐华娱乐的合约拉锯战，最近几乎成了内娱最大的瓜。坊间传言，这位顶流可能不会续约，相关话题也迅速冲上热搜。但双方至今都没有给出明确回应。乐华董事长杜华在11月6日微博回应荒谬，以4对传闻作出否认。不过一些细节很耐人寻味，王一博的社交账号连乐华官方号都没关注，而乐华今年关于他的动态也只有3条，还都是新春祝福性质的内容。从合同来看，王一博的合约到期时间是2026年10月，而他过去几年贡献了公司超60%营收。不续约的传闻让资本市场一场紧张消息传出后，乐华股价单日暴跌 9.48%， 而下半年的累计跌幅已超过 40%。其实王一博早在2018年就成立了个人独资工作室，还注册了大量商标，这些动作很明显，他早已为自己的职业和商业布局做好准备。但是，在资本主导的娱乐圈里，独立真的就等于自由吗？艺人扛下 60% 营收，却连股东都不是，这波打工太亏了。要说杜华和王一博的关系，那可真不是老板和员工这么简单。两人结缘要追溯到15年前，当时王一博还是个10几岁的小孩，把未来交到杜华手里。杜华后来提起这段往事，还说自己当晚都因为突然被托付了一个孩子的人生而睡不着觉。在娱乐圈这种高流动性的行业里，能一起携手10几年，其实也挺不容易。随着王一博一步步长大，关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。早些年他跟公司一群艺人一起挤着过集体生日，后来资源上来了，地位也起来了。2020年开始，杜华直接给他单独庆生，但感情再深，也扛不住商业利益的诱惑。乐华股票在资本市场上被戏称为王一博概念股，招股说明书里18次提到他名字。乐华娱乐在对外宣传时，总爱强调自己艺人阵容强大，韩庚、朱正廷、黄明昊、吴宣仪，听起来确实很唬人。再加上港交所艺人经济第一股的头衔，看上去是一家底子很厚的大厂。但仔细拆开财报，真相更像是王一博个人有限公司。这种依赖，在王一博与乐华娱乐的合约即将到期的背景下，尤为令人担忧。2024年乐华总营收为 7.65 亿元。而王一博一人就贡献了 4.59 亿元，占比超过 60%。往前倒推，2022年前3季度，他的收入占比达到 59%， 而2019年还只有 16.8%。短短几年，他从重要艺人直接成长为公司支柱。买乐华股票本质上就是压住王一博会不会续约。更讽刺的是，王一博干着老板级的活，却拿着打工人的待遇。乐华的重要股东名单中，哪怕排名最末的孙乐也持有 0.37% 的股份，而王一博呢？
从头到尾都不是公司重要股东，没有分红权，也不在管理层，说白了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。更让人觉得亏的是，他的分成比例据说只有 50%， 与其创造的价值严重失衡。一个人完成公司 60% 的营收，帮公司赚得盆满钵满，成功上市，年底分红却没有，股权没有，连演艺资源都无法完全掌控，这谁能甘心？粉丝早已为他鸣不平，列出了一堆乐华服务缺位的例子，跨年舞台被强制塞入其他艺人搭戏，2025年演唱会还出现微亚扣未扣牢的安全隐患。这种一边依赖他赚钱，一边不给待遇的模式，在任何行业都算高风险操作。别的公司都会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乐华却把所有鸡蛋都压在王一博一个人身上。2025年3月，乐华辟谣提前解约，却对到期不续避而不答，官方声明甚至罕见的没提王一博的名字。当时就有网友猜测是不是要闹掰，果不其然，随后股价就给了回答，10月单月跌幅 12.69%， 资本市场已经用脚投票。没了王一博，乐华几乎啥都不是。乐华当然想补救，2025年中报里反复强调王一博收入占比逐步下降，还称公司在拓展潮玩、虚拟艺人等新业务 ，IP 运营收入同比增长 128%。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不过是亡羊补牢。IP 运营暴涨大概率是沾了王一博的光，新业务刚起步，短期内无法顶住公司的核心营收。培养一个能撑起 60% 营收的顶流，不是靠几个虚拟艺人和潮玩就能完成的。这种核心艺人依赖症早已是乐华的致命伤，只是以前有王一博撑着，现在撑不住了而已。从被管理到自己当老板，王一博的职业升级路太清醒。如果说乐华的依赖症是客观事实，那么王一博的跑路准备就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而且准备的相当早。他这2年的各种动作，并不是外界理解的那种翻脸走人，更像是一个艺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，自然的从被公司管着转向自己掌舵事业。他的布局早在2018年就开始，比爆红还早一步，思路非常清晰。首先是公司布局，天眼查显示，王一博名下有4家公司，其中3家仍处于存续状态，存续状态中的2家公司，王正兴为大股东，为王一博父亲。最关键的是2018年成立的上海艺博文化传媒工作室，作为个人独资企业，这不是摆样子的空壳子。个人独资意味着他全权掌控经营决策和收益，还能享受特定税收政策优化财务结构。工作室经营范围涵盖影视策划、广告设计到艺人经纪，形成完整业务闭环，相当于提前搭建了脱离乐华后的核心运营团队。有消息称，他的纪录片探索心境压根没给乐华署名。新商务代言 Helly Hansen 的全球合约也绕过了公司，这说明工作室已经具备独立对接资源的能力，合约到期后可以无缝衔接。商标布局同样关键。王一博持股的天津地平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从2020年起就开始注册商标。王一博、Wang Yibo、YIBO 等关键词全方位覆盖，涉及日化用品、乐器、珠宝钟表、运输工具、机械设备等多个领域，部分已经成功注册。
这种品牌护城河一旦建立，它的商业价值就不再依赖单一演艺事业，抗风险能力大幅提升。相比之下，留在传统经纪公司的弊端很明显。传统模式是打包运营，艺人的收入要被公司抽成，资源分配听公司安排。顶流也难免要为其他艺人抬轿，占用核心发展时间。经纪公司抽成高，实际到手收入可能只有一部分，剧本或代言选择还要受制于公司利益冲突，被动性明显。当然，独立也不是没有风险。个人独资工作室承担无限连带责任，一旦出现债务问题，要以个人财产偿还，对管理和风险控制都是考验。但王一博显然已经做好准备。从2018年到现在，7年时间足够磨团队、沉淀经验、搭建体系。与其说他是要离开乐华，不如说是职业路径的升级，从等待资源的人变成自己制造资源的人。从顶流到创业者，他的这一步既有风险，也很彻底，是一场可能影响未来多年的职业转型。3. 当一辈子打工人，还是做自己的合伙人？在娱乐圈中，王一博的选择不是个例，而是顶流明星发展的必然路径。明星职业发展无非两条，一是终身当打工艺人，靠经纪公司分配资源，赚稳定但被抽成的收入；二是升级为合伙人模式，自己当老板，持股份，将个人价值和公司利益绑定。后者已成为圈内顶流的共识。其中，乐华原顶流艺人韩庚就是例子。韩庚没有像王一博那样到期不续，而是选择持股绑定。乐华文化2015年挂牌新3板时，韩庚通过西藏华果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2.47% 股权，周笔畅、黄铮分别持有 0.37%。虽然比例不高，但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单纯的艺人与公司关系，而是股东与公司的利益共同体。公司发展好，他们拿分红，上市或估值上涨，股权升值。乐华还主投主控韩庚主演的电影，实现资源向股东倾斜的双赢模式。其他明星也把合伙人模式玩出了花。早年杨幂和经纪人合力创办西藏嘉行，他本人以 18.75% 出资，成为第3大股东，通过借壳上市，投资影视项目，签下迪丽热巴等艺人，不仅把钱赚得盆满钵满，还顺手搭了个影视帝国。到现在，杨幂旗下依旧有3家公司存续，而迪丽热巴自己目前也有一家存续公司上海竞艳影视文化工作室，开始走自我经营路线。放眼港交所，明星股东们也一样野心勃勃。截至2025年11月，徐峥、宁浩共同持有欢喜传媒 12% 股份，李连杰夫妇更是在今年7月以每股 0.1 港币买入远东控股国际00036约 115.35 亿股，一把拿下公司最大股东位置约 72.58%， 从艺人直接切换到投资人赛道。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现实：顶流明星早就无法满足于传统的打工人模式了。当一个人的商业价值能撑起一家公司的营收，又能搭团队、开公司、画商业蓝图，那为什么还要给别人打工？经纪公司的价值在于艺人成名前的培养、资源配置，但等艺人成了顶流，发动机、资源、人脉、流量都在自己手上，公司反而会变成束缚。
王一博的选择很清晰，他既没有像韩庚那样持股乐华，也没有像杨幂那样和经纪人合创公司，而是干脆走完全自主模式，从2018年就成立工作室，搭团队，建品牌，做布局。合约一到期，立刻脱离乐华，自立门户。确实，前期投入大，风险高，但换来的掌控力更强，收益也统统归自己。他现在的流量和商业价值摆在那儿，根本不怕没资源。脱离乐华后，不仅能挑更符合他方向的剧本与代言，还能通过自己的公司投资影视，开发衍生品，商业版图只会越铺越大。但是乐华显然不想放这棵摇钱树走，于是不断强调收入占比下降，股价稳健，甚至让杜华亲自下场辟谣。但问题的核心并没解决，乐华没有给王一博足够的话语权和利益绑定。如果早给一点股权，可能就不是现在的局面了。但现在一切都太晚了，王一博的离职筹备已经全盘铺开，资本市场也用股价做了回答。归根结底，王一博的续约风波背后，其实是一代年轻人共同面对的命题，是继续当一名稳定的打工人，还是冒险掌控人生？当资本和个人意志硬碰硬，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，在这个时代，当自己的主人，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？王一博用7年的布局和转身告诉我们，与其被动接受安排，不如自我掌握命运，哪怕充满风险，也要活得清醒，活得独立。没有野心和能力的人，才会一辈子给别人做嫁衣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